你卖15块1斤，也好意思说是便宜的？钱我可以全退，但是肉1块都不能少。我亏本将49块钱1斤的黑土猪15块钱1斤卖给大家。大年29，邻居刘婶带着一群人围堵住我，说我赚乡亲们的黑心钱。大家提着买回去的猪肉要求我退差价，钱可以全额退，但是肉都得给我还回来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买到比我家质量好还便宜的过年猪。我家养黑土猪，专门供给市里肉场，平时不零卖。但是为了让不富裕的乡亲们过年能吃点好肉，我每年过年都亏本将黑土猪肉卖给村里人。今年年关将近，大家都从我家买了肉回去，称重时我还给每个乡亲多割了2、3斤肉。大年29的早上，邻居刘婶突然带了一群人闯进我家院子要求退货，大家手里的肉早已经不完整了，腌制的盛在盆里，包成饺子的端着饺子，还有端着一锅炖肉的。我刚走出屋门，带头的刘婶就叫嚷起来了：齐月，你不是说你家猪肉便宜卖给我们吗？我上午去镇上打听了，猪肉最便宜的才7块钱1斤，你卖多少钱呢？你卖15块钱1斤啊，比人家足足贵了1倍多。市场价格我也打听过，我卖的绝对是镇上最低价。刘婶，今年猪肉整体都贵，您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普通猪肉都16块钱1斤了，而且我这还是黑土猪，市场价都要40多1斤的，我这个价格卖给大家已经亏很多钱了。不想刘婶依旧不依不饶。我早上看见王麻子肉铺卖的猪肉才7块钱1斤。王麻子肉铺出了名的卫生不合格，也是出了名的短斤缺两。说着说着，刘婶突然开始猛倒苦水，腿都快断了！你们瞧瞧这手，裂得像树皮，血疤都是一层层的。大冬天，天还没亮就下地，风里雪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叫得再响，大家伙的情绪一下子被带动起来了，人群逐渐躁动起来。不吭声就等于默认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说个明白，不能再拖了。逼得太狠了，咱一条心，谁怕他？给个交代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刘婶，您这样说就太冤枉人了。那您说说王麻子肉铺卖的是什么样的猪肉？也是黑土猪吗？王麻子肉铺我也调查过，确实有7块钱的猪肉，但是肉已经轻微发臭了，根本不能吃。7块钱1斤只是揽客的噱头，没人会真的买发臭的肉。他家正常的普通猪肉也要16.51斤，而黑猪肉要50块1斤。刘婶有些无言以对，旁边的李婶立刻站了出来，满脸愤愤不平。齐月，别管是什么猪肉，人家卖的就是比你家的便宜。有了李婶的帮忙，刘婶的气势一下子高了起来。对，你当初卖给乡亲们的时候，可是保证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还便宜。这么多年，大家信你，都买你家的猪肉，合着你在中间赚那么多差价呢，不知道你赚了乡亲们多少黑心钱。刘婶平时家里就她一个人在家，我经常回来看我爸，每次回来一有时间就去陪他，和他聊天，经常给他送肉，每次炖了猪肉，包了饺子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他平时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永远指望不上外地的孩子，都是我开车陪他去看病的。但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召集全村的人来围攻我，就是难怪猪场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合着全是坑乡亲们的钱，没良心的钱都赚。大家在刘婶的引导下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看着往日和蔼可亲的乡亲，此时一个个都满脸冷漠，满心算计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说句话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我卖给肉场1斤猪肉49块，卖给大家1斤15块，吃的时候一个个满脸笑容，现在竟凭一个临时的坏肉招牌来找我问罪了。我拧紧眉毛，那大家现在想怎么办？听到我的话，人群突然安静下来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，把差价退给我们。李婶第一个开了口。李婶家穷，几年前盖房子请不起工人，只能老两口自己砌砖自己干。我爸看他们俩不容易，请了好几个兄弟帮李婶一家盖房子，为此还欠下好些人情，也花了很多钱。刚盖好房子时，李婶对我家有多感激，现在就对我有多仇恨。看着李婶恶狠狠的眼神，我知道我爸真的是帮错人了。对，把差价退给大家，乡亲们吃点亏就吃点亏。刘婶和李婶一唱一和，配合得颇为默契。我笑了笑，好，钱我会退，全款退给大家。一听到我的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惊喜。李婶立刻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当然是真的。人群立刻都往里面挤了挤。我家买了30斤，是450元。我家买了50斤，是750。退现。好，大家别急，钱可以退，但是猪肉都得给我还回来。听到我的话，人群一下安静了。我们都吃了，怎么还回来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不想退差价还编个理由。
小姑娘太歹毒了，心思重的。我伸出手掌使劲拍了2下，大家安静。我知道大家都包饺子炖菜了，没关系，无论是饺子还是炖肉还是腌肉，都退回来，有多少算多少。我把当初收大家的钱都退给大家。听到我的话，人群突然吵吵嚷嚷起来。现在都大年29了，还要上哪儿去买肉？每个人都一脸不情愿，因为他们其实都清楚把肉退给我了，他们再也买不到比这更好的猪肉了。只是现在有带头薅羊毛的，不薅白不薅。7月，这都大年29了，你让乡亲们过年都没肉吃吗？刘婶站出来，又开始道德绑架我。刘婶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怎么没肉呢？您不刚说王麻子家猪肉便宜吗？我记得他家都开到年30的，镇上一般腊月28都不再出摊，也不再卖肉了。但是王麻子家猪肉平时卖不出去，就靠年底有人家猪肉不够，去他家买肉挣点钱。大家听了我的话，开始面面相觑，不知道现在如何是好，只能指望带头的刘婶能给大家指条明路。刘婶一咬牙，一跺脚，退就退！乡亲们，我去看了王麻子家的猪肉，便宜，成色还好，看起来就很新鲜。咱们把猪肉退给他，去王麻子家肉铺买。要是继续让他赚这种黑心钱，不知道后面还要怎么坑我们呢？好，我们都听刘婶的。行，那大家都回去取肉吧，一会儿拿着肉来找我退钱。人群散去，再来的时候每个人拿的猪肉都比买的时候少了10来斤。可是我又不傻，刘婶，我记得你买了30斤吧，现在只剩10斤了，这才买了5、6天啊。我看着刘婶手里提着的2块肉，很明显她自己藏了一大部分。听着我的话，大家齐刷刷看向刘婶。刘婶磕磕巴巴地说，我儿子不是回来了吗？吃得多。不是吧，我记得您家之前每次买过年肉都能吃到来年开春的，刚好今年就吃得多了。因为刘婶耽误了很多时间，后面排队的逐渐不乐意了。刘婶，你就快点全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大家都在这儿排队这么久了，累呀。在众人的催促下，刘婶只好回去把剩下的饺子还有腌肉都拿了过来，整整1大缸的腌肉。这么多腌肉，还有饺子给你放哪儿啊？我指了指旁边，正好3个大缸，1缸装肉菜，1缸装饺子，1缸装腌肉，生肉就直接放架子上。我一边忙着记账赚钱，一边忙着称重。我爸刚从外面买了春联回来，一进院子惊呆了。月儿，这是咋了？爸，乡亲们说我卖给他们的猪肉贵，骗他们的钱，现在我给大家伙全额退款。听闻我爸皱起了眉头。都这时候了，让大家伙去哪儿买肉去？我爸倒是好心肠，可他女儿刚刚被骂得多难听，他是不知道。爸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刘婶能带大家买到肉。说着，李婶站了出来，语重心长地对我爸说，齐老哥，不是我们故意找事儿，是刘婶去镇子上看到王麻子家肉铺1斤猪肉才卖7块钱了，你家齐月卖15块钱1斤，这不是赚大家伙的黑心钱吗？王麻子是什么人？他家的肉什么样？我爸很清楚。现在这一群乡亲拿王麻子家的比价，摆明了是看我们家平时好说话，故意找事。听闻，我爸摇了摇头，冲我说道，退就退了吧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村里1半人家的猪肉都退了回来。我将这些东西整理好打包，一部分送给亲朋好友，一部分留着自己吃。至于饺子什么的，直接冻在外面慢慢煮着吃，还省力气，不用自己包了。而那些退了猪肉的人，欢欢喜喜地拿着钱，跟着刘婶去了王麻子肉铺。才走到王麻子肉铺门口，就有一股子怪味飘来，大家都不自觉地捂住了口鼻。刘婶跳出来，悻悻地说道，镇上这下水道不畅，老有股怪味儿。众人这才稍微平了平心。王麻子肉铺很简陋，是一个用木板子搭成的单间，用帘子隔开，前面卖肉，后面是个休息的地方。刚走进去，怪味更重了几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顾客，王麻子开心地呛了水，咳嗽好几声。大家快进来，随便挑。头顶的生鲜灯一开，那些猪肉看起来都是紫红紫红的，根本难以分辨真实的颜色。王老板，能把这灯关了吗？根本看不清肉的颜色。人群中有人提出了要求，但是这些灯就是为了遮住变质肉的颜色。王麻子怎么可能关灯？王麻子嘿嘿笑着，婶儿，您不知道，我这铺子结构不好，照不进阳光，屋里太黑了。王麻子，我看你家有7块钱1斤的猪肉，肉在哪儿呢？一听要买便宜肉，王麻子脸上立刻露出不情愿。刘婶儿，那种肉已经不多了，您看看这些呢，全是今天现杀的猪肉，新鲜，质量好。大家凑近看了看王麻子说的猪肉，上面肥瘦相间，或者说1大半都是肥肉。你这肉多少钱？刘婶问道。王麻子看人多，立刻开口，婶，今儿都29了，
大家伙也都不容易，我可以给大家便宜点。听闻，众人都满眼期待，露出了满意的笑。1斤17块钱，我也少赚点。王麻子说完，人群中全是不可思议的声音。什么？你家猪肉不是便宜吗？这是什么猪肉？怎么这么贵？大家别激动，我家这猪肉可是经过质检的正宗家养土猪，今年肉价高，这已经很便宜了。说着，王麻子翻开猪肉，让大家看猪皮上的质检标。那标其实1年前就淘汰了，这些肉已经存放1年多了。别人新鲜黑土猪才卖15块1斤，你这普通土猪还要17块钱啊！此时，大家才突然发现我卖的新鲜黑土猪是真的便宜。李婶儿，您别开玩笑了，黑土猪怎么可能15块钱1斤？我这也有黑土猪50块1斤，您看看，黑土猪比普通猪肉质好多了，吃起来也比普通猪香很多，这能比吗？您买1块回去试试。说着就拿出刀准备割黑土猪肉，李婶吓得连连制止。大家在王麻子肉铺看来看去，最便宜的就是17块钱1斤的普通猪肉，没有一个人想买。看到乡亲一直在挑挑拣拣却不买，王麻子有些不悦。大家伙要买肉，我是欢迎的，但是如果不买还请出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此时，众人终于急了，把刘婶围在了中间。刘婶，现在怎么办？是啊，刘婶，齐月家的肉都退回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过年没肉吧？刘婶思考了一会，终于想到了办法。我们现在就去找齐月，把退回去的肉再买回来。这次就按他说的15元1斤，我们大家给他让一步，大家先把年过了，年后再跟他说理去。听到刘婶的建议，大伙儿不太开心。这是整什么？折腾来折腾去的。就是啊，刘婶，你也不打听清楚。李婶站出来帮着刘婶说话。大家也别怪刘婶了，猪肉涨涨降降很正常，这不是正好没有7块钱1斤的猪肉了吗？今天这事儿要怪也是怪齐月，他要是不赚那差价，我们能退货。他这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大家伙赶巧没买到合适的猪肉。众人立刻跟着刘婶离开王麻子肉铺，回到村里。刘婶又带着众人来到我家的时候，我正在院子里挂彩纸和小灯笼，但是大家这一次都没有了当初来讨伐我的气势。刘婶笑着走进来。齐月，挂灯笼呢。刘婶，您怎么来了？还带着这么多人？刘婶犹豫了一下，随后吞吞吐吐地说：齐月，我们刚刚想过了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猪肉就差几块钱，我们还是买你家的猪肉。况且大家把那么多切碎的猪肉还给你，你也不好再卖，是不是？刘婶话里全是为我着想，可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刘婶儿，太可惜了，那些肉一收回来，我就送给亲戚朋友了。齐月，这才半天时间，你怎么就都送人了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突然又开始嚷嚷起来。李婶突然站出来说：齐月啊，你家养猪场里不是还有很多猪吗？听到李婶的话，大家立马不说话了，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。李婶，我家过年卖给乡亲的猪是一定的，现在过年猪杀完了，我也没有猪肉卖给大家了。说完，我继续挂起灯笼来。眼看没有过年肉了，大家全开始埋怨刘婶了。刘婶，要不是你来找大家说能一起讨回差价，大家伙也不会把肉退了的。就是挺好的猪肉，你非要带着大家把肉退了。刘婶，现在怎么办？刘婶突然跑到我跟前，抓住我的手。齐月，养猪场里的猪为什么不能杀？难道和你卖给我们的猪肉不一样吗？刘婶的话一落，众人将目光移到我身上。刘婶趁机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看你就是卖给大家伙不好的猪肉，供给那些厂子的才是真的黑土猪吧？肯定是这样，不然养猪场的猪肉为什么不能杀？李婶此时也站了出来。你先放开我！我扭动着胳膊，刘婶还是死死抓着我的手腕不放。我趁机抓住刘婶一根中指，狠狠掰了下去。又随着刘婶的叫声传遍院子的角落。疼疼疼！快放开！想放开可以，给我道歉！齐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我甩开刘婶的手，将自己的衣服整理好。真是反了天了！卖给乡亲们劣质猪肉，舔有钱人臭脚，良心都被狗吃了！刘婶一抽回手，就破口大骂起来。可是她也低估了我的嗓门。刘婶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泼我脏水？我哪次杀猪不是当着乡亲的面杀的？大家伙眼又不瞎看不到吗？人群又开始躁动起来，嘀嘀咕咕地说着：是啊，是啊。刘婶，做人要凭良心，你哪次生病不是我半夜开车送你去医院的？医药费都是我帮你出的，这么多年了，
我齐家要说最对得起的人就是你了。现在你却凭着王麻子肉铺的虚假招牌来我家闹，还鼓动大家一起闹事，你的良心呢？被你那两个不孝子吃了吗？刘婶最讨厌别人说他家儿子是不孝子了，因为他向来重男轻女，对自己儿子宝贝得很，天天在外人面前夸自己儿子。但是两个儿子除了向他要钱，平时根本不联系他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刘婶无力反驳，气得青筋暴起，只能干瞪眼，死死盯着我。看那眼神，心里已经将我杀了千遍万遍。大家想买肉就去找刘婶吧，刘婶有能耐带大家买到便宜的好肉，7块钱1斤呢，是比我家便宜多了。天也快黑了，大家都先回去吧。说完，我将众人赶了出去。大家回去后，我立刻给肉厂打了电话。孙厂长，您好，我现在还有300头猪，可以全卖给您，今天就来拉走。本来准备把猪养大一点再卖，但是今天这一场闹剧让我害怕夜长梦多。果然，到了晚上11点钟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外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第二天天一亮就听到刘婶的哭喊声。刘婶养的几只鸡死在了我家猪饲料槽旁边，刘婶坐在我家猪槽旁边，抱着自己死去的鸡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而我家猪场里已经没有1只猪了。刘婶一边哭一边咒骂着我：“齐月，你个杀千刀的，这样毒害我家的鸡，10几只鸡呀！你怎么这么恶毒？都是街坊邻居，你竟然对我家的鸡下药！大家伙都来看看，齐月毒伤了我家10几只鸡呀！都来评评理！”我没有辩解，直接掏出手机报了警。没到半个小时，警察就来了。看到警察来，刘婶哭得更卖力了，说我因为恨才滋生了邪念，最后害死了他家的鸡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真的要好好查查，就是因为少让他赚了那些猪肉的差价，现在他竟害死我家的鸡呀！众人都在旁边可怜着刘婶，因为刘婶最爱的10几只鸡确实死在我家猪槽旁边。虽然这个猪槽是露天的，但是平时都是我准备饲料倒在猪槽喂给猪的。警察同志，一定要让他赔钱！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。说完就把我叫去警察局做笔录。临走前，我请求警察同志让我回去取个东西。我和2位警察一起在警局查看了猪场周围的监控。晚上11点左右，刘婶带了1桶的农药倒在了我的猪槽里。第二天早上，鸡跑到我家猪槽里吃食，吃完后就死了。很快，警察就将我送了回来。看到我平安无事，刘婶气得跳脚：“警察同志，请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求求你们！”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那药是你放的，最后害死了自己家的鸡。我顺手把他投毒的视频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。众人看完视频，全都对着刘婶指指点点，见局势对自己很不利，刘婶立刻耍起了无赖：“我给你们跪下，请你们要给我做主！鸡是死在齐月的猪槽旁边，他得赔钱。”说着，刘婶就要跪下，被2位警察紧紧拽住：“你别胡闹了，这事儿和齐月一点关系没有。你要是再闹，齐月可以告你的罪。”说着，2位警察看向我，我笑着走过去：“刘婶，你其实是想给我家猪下药吧？可是你不知道我家猪昨天就卖完了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害死了自己的鸡。你要是停止胡闹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”刘婶这才站了起来，把10几只鸡抱回家去。快到中午时刻，大家又聚在了刘婶门口。这一次是大家找刘婶讨公道的，因为都年30了，大家还没有买到猪肉。刘婶躲在家里不敢出来，门口的大铁门被敲得咚咚响，和外面的炮声连在一起，甚至有些难辨。我听着外面的炮声，才突然意识到今儿已经年30了。月儿，跟我一起贴春联去。我和我爸一起去贴春联、挂灯笼、放鞭炮。爸，这次猪都卖了，你能头1年后和我一起去城里了吗？我爸看着熟悉的村子点了点头，他的眼神中闪过很多东西，有不舍，有回忆，有留恋，也有最后的失望。我在城里有自己的公司，养猪只是我的另一个生意，平时大多时间都是我爸看着猪场，但是他年纪大了，太劳累，我早就想把猪全卖了。我爸一直不同意，一是养猪能回报乡亲，二是在这里乡里乡亲的熟。经过这么一轮闹剧，这里也没有那么值得留恋了。刘婶还是带着大家去了王麻子肉铺，但是今天最便宜的肉价已经涨到了19块钱1斤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我做生意也不容易，最便宜18块5能卖给大家，不愿意买就算了。王麻子对不想买的人说话从来不客气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今天还有1块7块钱1斤的猪肉。说着，王麻子从冰箱取出来1块5斤左右微微发臭的肉。刘婶站在最前面，一把就把便宜肉抢了过来了。
笑嘻嘻地抱在怀里。众人虽然不满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最后大家只能18.5块一斤，买了一堆又肥又有很多淋巴结的肉。一走出去肉铺，就有人发现肉的颜色不太对，肉质也不好，肉上还有很多小疙瘩。这么贵，肉质咋这样？好像是淋巴肉。是啊，我们找他去。乡亲们又回到王麻子肉铺，不想王麻子一点不惯着他们。我王麻子肉铺开了几年，卖的一直是这样的猪肉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家就是便宜，肉质一般，想买好的可以啊，有黑土猪50块钱一斤。众人被怼得哑口无言。你们难道还想18.5块、19块钱一斤买黑土猪肉吗？呸！做梦想屁吃！说着一甩手，把宰肉刀插在了案板上，所有人吓了一跳，最后只能悻悻离开了。大家抱着18.5块钱一斤的淋巴猪肉，这次反倒没了脾气。后来李婶拿着瓜子和糖来我家唠嗑，明里暗里想要一块黑土猪，说自己可以出钱买。李婶，你别想了，要是以前10斤、20斤我送给你都行。现在你跟着刘婶这样一闹，我心都寒了，我不敢卖给您啊，怕再卖出仇来。李婶最后只能黑着脸离开了，临走还端走了他的瓜子和糖。曾经我爸那么帮他家，等我被污蔑的时候，他却在一旁煽风点火最厉害。晚上8点，我和家里人围坐在一桌，吃着自家的黑土猪肉饺子和满桌子的鸡鸭鱼肉，一起看春晚，想着明年一家人能一直在一起了，我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快乐。晚饭后没多久，街里就叫嚷起来。我爸去门外打听了一圈，才知道是刘婶吃完饭后肚子疼，上吐下泻，最后晕了过去。他家儿子找人帮忙，可是每一个人愿意站出来，我和我爸说了一句，这一次别管了。他儿子在家呢，我爸才安心坐下来一起看春晚，嗑瓜子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刘婶家门紧闭，一晚上在医院没回来。后来街坊们传言刘婶是食物中毒了。春节过完，初8我在家收拾东西，准备过2天就和我爸妈一起回城里了。大家招呼我一起去村里的小广场唠唠嗑，我就带着自己做的咸猪肉干去了。吃着曾经被自己退回来的猪肉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齐月家的猪肉是真的好吃，他家是我吃过最好的猪肉了。可不是嘛，齐月家的是地道黑土猪啊！说着说着，那些人又开始猛倒苦水。在王麻子肉铺买的猪肉太腥了，肉上还全是淋巴，吃得恶心。我吃了那肉之后，肚子总疼。我也是，都怪刘婶，好好的，非得撺掇大家伙去闹事。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着刘婶，突然意识到我也在，不免尴尬地笑了笑，赶快递给我瓜子糖。齐月，快吃点瓜子和糖。我浅浅笑了一下，接过瓜子，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着大家的八卦。刘婶中毒了，为啥他儿子没事啊？有人轻声问了一句，大家也都附和起来。对啊，那晚我看他俩儿子都没什么事。村里最八卦的喜凤姐招手示意大家凑近点，小声说，我听说啊，刘婶疼儿子，然后自己吃了便宜的猪肉，给儿子吃贵的。他那2个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他娘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下午刘婶就要回来了，说是他儿子嫌住院费太贵啊。刘婶现在怎么样了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可以说是关心，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好奇。下午刘婶回来了，但是中毒留下了后遗症，眼睛变成了斜视。因为后续康复的费用太贵，刘婶家放弃治疗了。当然，刘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和儿子一起去王麻子肉铺要了赔偿费，还趁机狠狠敲诈了一笔钱。第2天，刘婶就通知街坊邻居一起去她家吃饭，她大病初愈，要宴请大家，其实就是想趁机捞一点红包。刘婶来我家请我的时候，面对着我，眼睛却看向其他方向，我一时间也尴尬的不知道应该看她哪里，和她说话，总觉得她接收不到信号，就赶快拿出来200块钱的红包，推脱说自己有事，把她请了出去。一拿到钱，刘婶就高兴的合不拢嘴。齐月，你既然有事，就先忙你的事。第2天，大家伙刚在刘婶家吃完饭就开始上吐下泻，村里去吃饭的人都食物中毒了。因为刘婶把被自己毒死的鸡做成了手撕鸡，端上了餐桌。中毒轻的在医院住院3天，重的要住院1周多。好在因为刘婶小气，每个盘子里就只放了一点点鸡肉，大家伙吃得少。这时大家才突然想到，刘婶中毒真的是因为王麻子肉铺的猪肉吗？但是碍于邻里，没有人当刘婶的面说，却早已经在私底下传言刘婶诈骗王麻子肉铺的钱。众人又跑去刘婶家要求赔偿医药费，
刘婶死活不承认是自家的鸡导致乡亲中毒的，因为那些鸡肉都被吃干净了，骨架子也被刘婶当成柴烧了。大家没有办法，只能对刘婶敬而远之。刘婶一家子的名声在村里彻底臭了，而我家的猪肉也被大家更加认可了。走在街上，路过的人都要问一句：齐月，明年什么时候卖过年猪？我都是笑着回一句：看情况吧，到时候我可要在你家多买点黑土猪肉。没人知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卖黑土猪给乡亲们了，因为人心凉了，真的就再也捂不热了。初始那天，我和爸妈准备回城了，家里很多猪肉带不走，就挨家挨户把猪肉分给了没闹事的乡亲们。大家伙儿都非常感谢我，说亲戚朋友吃了我家的黑土猪后赞不绝口，都说这么好吃的黑土猪肉在城里要50多一斤才能买到，以后还要继续买我家的过年猪。我只能尴尬的笑笑：婶儿，以后我家不养黑土猪了，也不再卖过年猪了。刘婶闹事在村里传递沸沸扬扬，大家都知道。齐月呀，你是好孩子，这么多年了，真的谢谢你。我把手里的猪肉递给张婶，寒暄了几句就走了。我和爸妈安安静静的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家乡，曾经想着有钱了养点猪，可以增加几个工作岗位，过年给大家伙吃点好肉，也算是建设家乡。但是这些人因为别人的一句挑唆，就愿意跟着一起来我家闹事。我每天想的是帮帮乡亲们，而他们想的是怎么多占一点我家的便宜。凭什么我那么富还要赚他们的钱？明知道黑土猪难养，最便宜的成本价都要31斤了。我每次亏本卖给他们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不知足。但是现在这一切也要结束了。带爸妈进城后，我又买了一个别墅，带着一个大的后院。爸妈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，还有各种花。虽然这里没有家里的乡亲们多，但小区里有很多老年活动中心。我爸学起了太极，认识了很多大爷，经常找大爷们下象棋。我妈也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小队，每天跳跳广场舞，邻里间关系都很融洽。我妈经常将自己种的菜送给邻居，邻居也经常把包的饺子、做好的菜分给我妈。看着爸妈每天脸上都乐呵呵的，我有点后悔没有早点坚持把他们接过来，没有了邻里间的勾心斗角，还天天锻炼身体。爸妈看起来都年轻了不少，而我也不用每周驱车很远回乡下看爸妈了。没有了黑土猪场分散我的心思，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公司中，公司的发展也越来越好。又是年关将近，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50%。我给每一位员工都发了双倍的奖金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工作结束，我带着爸妈去商场买了很多年货。这一次在城里过年，准备年货也方便了很多。像以前一样，爸爸最在意的还是春联。他说贴春联能辟邪除灾，迎祥纳福才是过年。这几天我接到很多电话，都是乡亲们来问我过年猪的事情。齐月，今年还卖黑土猪吗？齐月，大家伙都等着买你家的猪呢。在一个接一个买猪肉的电话中，插进来一个买养猪场的电话。我是刘家村的刘有德，想买你家养猪场。和爸妈商量过后，我就把养猪场卖给了刘有德。不久后，听到传言说刘有德在村里养猪，刘婶天天上门给乡亲们推销猪肉，还硬拉着大家伙去刘有德家买过年猪肉。因为刘有德是刘婶的表外甥，几次下来大家都被馋烦了，象征性的去刘有德家买了肉，回去一称，每块肉都要少个几斤，找刘有德去。刘有德死不承认，就说是大家回去偷偷切掉了一块肉，然后来闹事。面对这种不讲理的人，乡亲们也没有办法，最后只能吃下这哑巴亏。随着刘有德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，我的名声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大家开始怀念我卖过年猪的时候，我卖的猪肉紧致，口感鲜嫩，而且每次都给乡亲们多切个2-3斤。但是那些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15块钱1斤的黑土猪了。而我和爸妈在家里暖暖和和地吃着年夜饭，看着春晚，远离了那些泼皮无赖。我的年过得很舒心，很惬意。